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时刻？原本日子过得好好的，突然一通电话，一个消息，一场意外，一句话，让你整个人瞬间愣住，心跳加快，脑袋空白，手不知道要放哪里，连呼吸都乱了。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考验人的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有多大，而是事情突然发生时，你的心能不能稳得住。易经第51卦震卦，讲的就是这种人生中的惊动、冲击、震撼与觉醒。震为雷，上卦是震，下卦也是震，两个雷叠在一起，声势非常强烈。雷一响，天地震动，万物惊醒。它不是温柔的提醒你，而是用一种很直接、很猛烈的方式，让你不能再装睡，不能再逃避，不能再拖延。所以震卦的核心不只是惊吓，而是惊醒。很多人一看到震，就会想到可怕的事情，想到灾难，想到突发状况。但易经看事情很深，它不只看表面的恐惧，它更关心一个人在恐惧之后能不能回到正道，能不能把惊吓变成觉悟，把混乱变成行动。震卦的卦辞说：震亨，震来丝丝，笑颜雅雅，震惊百里，不丧笔畅。这段话非常精彩。震亨代表震动虽然让人害怕，但它不是完全坏事。震动可以带来亨通，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不震一下，人是不会清醒的。你可能明知道一段关系有问题，却一直忍；明知道工作不适合，却一直拖；明知道身体已经发出警讯，却还是熬夜；明知道钱不能乱花，却还是控制不住。直到有一天事情突然爆发，你才终于醒过来。所以震卦提醒我们，有些震动不是来毁掉你，而是来叫醒你。震来四四，意思是雷声来的时候，人会害怕、紧张、戒慎，这很正常。遇到突发事件，谁都会怕。被主管突然叫去谈话会怕，收到医院报告会怕，感情出现变化会怕，投资突然下跌会怕，家人出事会怕。易经没有要求你假装不怕，而是告诉你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仍然保持敬畏。接着说笑颜雅雅，意思是惊吓过后反而能够恢复平静，甚至笑着说话。这不是嬉皮笑脸，也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代表内心经过震动之后没有被恐惧击垮，你能够看清楚事情，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，震惊百里，不丧笔畅。笔是祭祀时用来取食的器具，畅是祭祀用的香酒。古代主持祭祀是非常庄重的事情，雷声震动百里，所有人都被吓到。但真正有修养、有责任的人，不会因为一时惊吓就把手中的器物弄丢。换成现代话就是，遇到大事时，不要失去你的职责，不要丢掉你的分寸，不要忘记你正在承担什么。你是父母，就不要因为慌张把情绪全部丢给孩子；你是主管，就不要因为压力乱骂下属；你是伴侣，就不要因为害怕失去而说出伤人的话；你是投资人，就不要因为市场震荡乱砍乱追；你是正在面对人生困难的人，就不要因为一时打击忘记自己真正要守住的是什么。这就是震卦最重要的精神，外在可以震动，内心不能失守。大象传说，见雷震，君子以恐惧修醒。见雷就是雷声一阵又一阵，不是只响一次，而是连续震动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有时候问题不是只来一次，而是一波接一波。工作出状况，家里又有事，感情还没处理好，钱又出问题，身体刚有警讯，人际又出现冲突。这种时候，人很容易烦躁，觉得为什么都是我，为什么事情一直来？但大象传告诉我们，君子面对震动，不是先怪别人，不是先逃避，也不是先怨天尤人，而是恐惧修行。恐惧不是坏事，真正可怕的不是恐惧，而是一个人完全不知道怕。知道怕才会收敛，知道怕才会反省，
知道怕才会开始检查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哪里太大意了，哪里太放纵了。所以震卦不是叫你迷信灾难，而是叫你在震动里修正自己。当生活突然给你一记雷声，你要问的不是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，而是这件事在提醒我什么？是提醒你该停止拖延吗？是提醒你该好好沟通吗？是提醒你该整理财务吗？是提醒你该照顾身体吗？是提醒你不要再相信不该相信的人吗？是提醒你要长大，要负责，要做出改变吗？接下来看6个爻辞，它们像是震动发生后，人从惊吓、应对、反省、行动到安定的完整过程。初九爻说，震来四四，后笑言雅呀呀，吉。这一爻在最下面，是震动刚开始的时候，事情突然发生，人当然会怕，当然会慌，但这一爻最后是吉，因为它有一个关键，先敬畏，后安定。人生很多问题一开始让你害怕，其实是好事，因为你终于不敢再轻忽了。学生考试失利，才知道不能再混；身体出现警讯，才知道不能再熬；感情吵到快分开，才知道不能什么都用冷处理；工作被警告，才知道不能再随便应付。初九的建议是，突发状况刚来时，不要急着否认，也不要急着逞强，先承认这件事值得重视，先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先问清楚发生什么，再决定下一步。你可以害怕，但不要被害怕控制。只要你能从惊吓中回到秩序，这场震动就会成为吉兆。6二爻说，震来利，益丧备，淳于九龄，戊竹，7日得。这一爻更现实，震动来的时候很危险，甚至可能损失很多财物。益丧备可以理解为巨大的损失，或以为自己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。趋于九龄是往高处避难，先保护自己。戊竹，7日得，则是说不要急着去追，时间到了自然会得到。这一爻非常适合用在金钱、感情、工作危机上。例如投资突然大跌，你一慌就追高杀低，结果损失更大；感情出现冲突，你一怕对方离开，就疯狂传讯息、逼问、道歉、情绪勒索，结果把人推得更紧；工作出包，你急着掩盖，反而造成更大的麻烦。6二提醒你，危机发生时，第一件事不是追回损失，而是先把自己移到安全的位置。钱不见了，先停止错误操作；关系乱了，先停止情绪攻击；事情爆了，先停止隐瞒。不要在最恐慌的时候做最重要的决定，因为那时候的你不是在判断，而是在逃命。戊竹，7日得很有智慧，它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越追越远，有些答案越逼越乱。你该做的是稳住局面，保留体力，等待事情自然浮现。该回来的会回来，该看清楚的会看清楚，该补救的也会出现方法。6三爻说，震苏苏，震行无省。苏苏有惊惧不安、神魂未定的感觉。这一爻的人被震到之后，整个人还在抖，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但爻辞说，只要因震而行，就没有灾祸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害怕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能停在原地。很多人遇到打击后，最大问题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整个人停住了。被骗一次，就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；感情受伤，就把心完全关起来；创业失败，就否定自己全部能力；被批评一次，就不敢再表达；身体出状况，就每天焦虑，却不去检查，不去运动，不去改生活习惯。6三告诉你，震后要行动。你可以一边怕一边走，一边不安一边整理，一边难过一边处理。重点不是等到完全不怕才开始，而是因为知道害怕，所以更应该做该做的事。该报案就报案，该就医就就医，该道歉就道歉，该停损就停损，该学习就学习，该离开就离开。只要你愿意行动，就能避免更大的灾害。9四爻说，震碎泥。这一句很短，却很沉重。震动之后陷入泥中，走不动了。
这像是很多人在危机中的状态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雷已经响了，但他没有醒，反而越陷越深。明明知道这段关系不健康，还继续纠缠；明明知道投资有问题，还继续加码；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，还硬拗；明明知道身体不好，还继续耗；明明知道不能相信对方，还被同样的话术劈第二次。为什么会震碎泥？因为震动没有带来清醒，只带来混乱。人被恐惧、面子、贪念、执着困住，就像脚踩进泥巴，越挣扎越下沉。94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卡在同一个问题里，先不要急着往前冲，而是要先拔出来。拔出来的方法是什么？第一，承认自己卡住了；第二，停止让你下沉的行为；第三，找外部支持，请教专业人士、可信任的朋友、法律或医疗协助；第四，把问题拆小，不要想一次解决全部。人在泥中，最怕的是还以为自己在前进，其实你只是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误。震卦到这里提醒你，真正的觉醒不是情绪很激动，而是你愿意停止错误循环。65爻说，震往来历，亦无丧，有事。这一爻说，震动来来去去都有危险，但没有大的损失，只是有事情要处理。这就是人生很成熟的状态。你会发现，有些震动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反复出现。家庭问题可能一直有，工作压力可能一波接一波，孩子教育、父母健康、公司营运、人际变化，都不会因为你处理一次就永远消失。但65的位置比较中正，所以它的结果不是大凶，而是亦无丧，有事。意思是，只要你能守住中道，虽然事情很多，虽然压力不小，但不至于真正崩盘。这一爻很适合给正在承担责任的人。你可能是家里的支柱，公司的管理者，团队里需要稳住局面的人，或是在某段关系里比较成熟的一方。你不能期待人生永远不震，你要训练的是震来的时候怎么处理，震走的时候怎么修补，下一次震之前怎么预防。65的建议是，建立系统，不要只靠情绪。财务上要有预备金，不要把所有钱压在同一个地方。工作上要有流程，不要每次出事才靠人情救火。感情上要有沟通机制，不要每次吵架都冷战。健康上要有固定检查与生活习惯，不要每次不舒服才害怕。人生不是没有事情才叫好命，而是有事来的时候，你有能力处理，这才是真正的稳。上6爻说，震所所，事决绝，争凶。震不于其功，于其灵，无咎。婚媾有言。这一爻到了最上面，震动已经过度，人变得惊慌失措。所所是恐惧颤抖，事决绝是眼神慌张，到处乱看。这时候如果还硬要出征，硬要行动，就是凶。这一爻讲的是被恐惧主导的人。事情还没真的打到自己身上，只是邻近的人出事，或看到别人的灾祸，自己就乱了方寸。别人投资赔钱，你就立刻恐慌出清；别人婚姻出问题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伴侣；别人公司裁员，你就每天焦虑到无法工作；看到新闻，就把所有恐惧投射到自己身上。震不于其功，于其灵，无咎。意思是，震动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而是在旁边。这时候如果能警惕反省，是没有灾祸的。问题在于，你不能把别人的震动变成自己的失控。婚媾有言则提醒，人际与亲密关系中容易因恐惧而产生闲言、误会、争执。当一个人心不安，看什么都可疑，听什么都刺耳，原本没事也会变有事。上6的建议是，当你只是受到外界影响而害怕时，先不要做重大决定。不要在恐慌中分手，不要在焦虑中辞职，不要在惊吓中投资，不要在情绪高点发文，不要在怒气中撕破脸。先观察，先查证，先让自己回到现实。有时候你需要的不是行动，而是停止被恐惧牵着走。
把6个爻合起来看，震卦其实在教我们一套面对人生突发事件的方法。初9告诉你，事情刚发生，先敬畏，后安定。62告诉你，危机中不要急追损失，先避险，等待时机。63告诉你，害怕也要行动，不能停在原地。94告诉你，不要陷进泥里，重复错误只会越陷越深。65告诉你，人生会反复震动，所以要建立系统，稳定承担。上6告诉你，不要被外界恐惧带着跑，还没轮到你出手时，不要乱动。所以震卦最核心的主题就是惊而不乱，惧而能省。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来不怕，而是怕了以后还能守住分寸。不是遇到突发状况完全没感觉，而是感觉很强烈，却不让情绪接管人生。不是雷声一响就崩溃，而是雷声一响，立刻知道该醒了，该改了，该处理了。这个卦用在职场，就是当公司突然变动，主管突然施压，专案突然出包时，不要先找人怪罪，也不要急着逃避，先确认状况，保留证据，整理流程，分清责任，能补救的补救，不能补救的止损。你越慌，事情越乱；你越稳，大家越知道该跟着谁走。用在感情，就是当关系突然出现冲突、冷淡、第三者疑虑、家庭压力时，不要立刻用情绪轰炸对方，先稳住自己，再沟通事实。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声音比较大，而是谁能把问题讲清楚。震卦提醒你，感情中的雷声有时是提醒你们不能再逃避问题，但如果处理不好，也可能把关系炸裂。用在金钱，就是市场波动、收入变化、被骗、借贷压力出现时，第一件事不是幻想立刻翻本，而是先保命、保现金流、保基本生活，不要为了追回损失再做更危险的决定。震卦的智慧很清楚，先避险，再等待，先清醒，再行动。用在健康，就是身体的警讯不是来吓你的，而是来救你的。疼痛、失眠、疲倦、检查异常，都是身体的雷声。你可以害怕，但不要只害怕不改变。该检查就检查，该调整就调整，该休息就休息。很多问题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你忽略了太多次提醒。用在人生修行，就是每一次让你震动的事情都可能是一堂课。被背叛让你学会界限，失败让你学会谦卑，损失让你学会风险，争吵让你学会沟通，病痛让你学会珍惜，失去让你学会放下。震卦不是叫你期待灾难，而是告诉你，当人生雷声响起时，不要只把它当成倒霉，你要听懂那个声音背后的提醒。也许他在说，你不能再拖了；也许他在说，你不能再骗自己了；也许他在说，你不能再把责任推给别人了；也许他在说，你要醒来了。所以当你最近遇到让你惊慌的事情，请先不要急着下结论，先深呼吸，先把事情分清楚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件事真正提醒我什么？第二，我现在最需要守住的是什么？第三，我下一步最稳妥的行动是什么？只要你能回答这3个问题，震卦的雷就不只是恐惧，而会变成觉醒。人生一定会有雷声，有些雷声来自外界，有些雷声来自人心，有些雷声来自命运，有些雷声来自你长久忽略的问题。但请记住，雷声虽大，它真正的目的不是摧毁万物，而是唤醒万物。震卦最后要告诉我们的是，不要害怕被震动，真正要害怕的是震动来了，你却还没有醒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震动里，请留言告诉我，你最近遇到的雷声是在提醒你停止、改变、面对，还是重新开始？也欢迎你分享曾经哪一次突发事件反而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清醒。也许你的故事正好能帮助另一个正在恐惧中的人看见新的方向。